肖战10日中烟全阵容曝光，为大勋胡先煦加盟。一人之下导演打造年度悬疑大作，在国产剧集市场中，能够在尚未开机之前就凭借演员阵容的持续更新与话题发酵，将整个舆论场牢牢锁定的项目并不多见。10日中烟眼下正在做这件事，而且做得相当彻底。随着一份涵盖主演与重要配角的抢先阵容名单近日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这部改编自同名热门网络小说，由一人之下导演许宏宇执导的悬疑剧集，再度将公众的目光聚焦于他身上。星光密集的卡司构成、几经调整的选角过程，以及原著粉丝与市场逻辑之间持续拉锯的张力，共同织就了10日中烟在正式开机前便已高热的舆论底色。这一切热度的核心锚点是肖战，这位在过去1年间以主演剧集《藏海传》创造超过30亿播放流量的顶流演员，将在接下来的1个月内正式进入10日中烟的拍摄阶段。《藏海传》的成绩已经足够惊人30亿级别的流量数据，在当前竞争白热化的国产剧市场中属于现象级表现，也再度证明了肖战在内容带动与受众号召方面无可忽视的市场力量。而他接档的下一个项目，从项目体量、主创配置与演员阵容来看，显然是一次更具野心的跨越式尝试。肖战在10日中烟中将出演男主角旗下，这一消息在所有持续流传的爆料中始终保持稳定，从未出现实质性的质疑或反转。旗下这个角色在原著中的设定是整个中烟之的死亡游戏中至10层面的绝对制高点，一个依靠超凡的逻辑推演能力，在10日生死轮回的极端环境中一次次从绝境中撕开生路的谋略天花板。这种角色类型对演员的要求颇为苛刻，不仅需要强大的台词控制力与镜头表现力，更需要在大量对峙戏与心理博弈戏中，以细腻且具有层次感的情绪张力支撑起角色的真实形象。以肖战在《藏海传》及此前作品中所展现的表演积累来看，这一选择在专业层面有其充分的逻辑依据。然而，与男主角人选的高度稳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剧中其他角色在漫长的筹备期内所经历的反复调整与持续变动。这些调整折射出制作团队在还原原著气质与平衡市场现实之间所面临的真实张力，也为整个项目的筹备过程增添了颇为复杂的戏剧色彩。男2号乔家劲的人选争议是整个选角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截面。原著中的乔家劲是一个来自香港、身材魁梧壮实、浑身花臂纹身、气质痞帅又带着江湖烟火气的打手形象，是旗下团队的核心武力担当，与男主的制实型风格形成强烈的人物对比。最初流传的版本中，这一角色据称由李治廷出演，这一消息随即在原著粉丝中激起了强烈反弹。李治廷的既有形象偏向温文儒雅，气质与乔家劲的原著设定存在相当明显的落差，年龄层面的考量同样被部分书粉提出，认为其与角色的少年感设定有所出入。书粉的反对声浪相当集中，并通过社交平台形成了可观的讨论声量。在最新流传的阵容名单中，乔家劲一角终于有了令更多人满意的新归属魏大勋。从外形条件来看，魏大勋的身高优势明显，体型硬朗，整体气质兼具动态的爆发力与静态时自然流露的市井感，与乔家劲的角色气质有较高的契合度。在已有的多部作品中，魏大勋在类型上的可塑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这使得他接言辞角的风评在原著粉丝与普通观众之间都相对正面。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乔家劲一角的人选发生了调整，李治廷并未因此完全退出这部作品，据悉他仍将以其他角色的身份参与出演，只是具体人物设定目前尚未公开披露，为整个阵容保留了一份悬念。男3号陈俊南的人选是另一个引发关注的焦点。据悉，
出演这一角色的是胡先煦，而这个名字与时日中烟之间的关联，拥有一众颇为有趣的背景。胡先煦正是《一人之下》电影版的男主角，而时日中烟的导演许宏宇恰恰是《一人之下》的指导者。两人的再度合作，不仅意味着主创与演员之间存在已经经过实践检验的默契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许宏宇在处理带有奇幻与类型化色彩内容时的选角直觉。陈俊南在原著中是一个拥有特殊防御能力、带有鲜明京腔青年气质的角色，与胡先煦此前塑造的部分人物类型有一定的气质延续性。女主角人选的确定过程，则是整个选角阶段最曲折的章节之一。在各类早期传闻中，周也、赵露思、杨超越等多个名字曾先后出现在候选列表中，引发粉丝圈层的反复讨论与预判。然而在最新流传的版本中，出演女主于念安的人选已确定为李婉达。这一结果的形成与于念安这一角色在原著中的特殊定位密不可分。于念安并非一个具有强烈独立行动力的传统女主角，在故事的叙事结构中，她更接近于男主旗下在极端生死境遇下的精神支撑与执念具象，戏份相对集中且情感功能大于情节功能。这一设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选角时更侧重人物气质与颜值辨识度，而非一线咖位的硬性要求。李婉达被粉丝称为小迪丽热巴，凭借与迪丽热巴有几分相似的面部轮廓与气质，在颜值层面具有天然的话题属性。这一选择在市场逻辑上有其清晰的考量依据，尽管对于部分期待更具知名度演员出演的观众而言，仍需一段时间的接受与适应。女2号与女3号的人选分别由张雅钦和毛晓彤担任。毛晓彤在国产剧领域已有相当积累的观众缘与认可度，她的加盟为整体阵容在女性角色层面补充了更为稳定的演技保障。张雅钦则代表着制作方在新生代演员的挖掘与启用上的主动布局，两人的搭配在风格层面形成了较为有机的互补。配角阵容的星光同样不可小觑，台湾演员杨佑宁将在剧中出演李尚武，据称是一个在故事中承担解放被困者重要使命的核心角色。杨佑宁成熟稳重的荧幕气质与这一角色的定位颇为吻合。此外，近年来凭借在《折腰水龙吟》等剧中出演男配角而人气持续上升的新生代小生敖子逸，也将加盟这部剧集。尽管其具体饰演的角色尚未正式对外公布，但他的加入无疑为整个阵容增添了一抹新鲜的年轻气息，也为粉丝群体提供了更多期待的维度。从整体阵容的构成来看，《时日中烟》已经具备了冲击年度头部悬疑剧集的基本要素，有能够独立带动市场热度的顶流主演，有在类型经验与外形条件上均有说服力的男2男3组合，有在女性角色层面兼顾颜值话题与演技稳定性的双重配置，有在资历与新生力量之间实现有效平衡的配角群体，加之导演许宏宇在奇幻类型内容上的丰富指导经验，以及腾讯视频与柠檬影视联合出品所提供的平台资源与制作保障，这些要素叠加在一起，让时日中烟在尚未正式开机之前便已具备了相当高的市场预期值。当然，预期与落地之间从来都存在着不确定的距离。选角阵容的最终确定，仅仅是这部作品走向观众的漫长旅程中的第一步。改编团队如何在原著的核心叙事精华与现行内容尺度之间找到创作平衡？导演如何将中烟之的世界观以视觉语言令人信服的呈现？演员们如何在高密度的悬疑与博弈场景中将角色塑造的足够立体可信？这些才是决定时日中烟最终能否兑现其预期价值的核心变量。无论如何，随着阵容轮廓日趋清晰，开机日期的临近，时日中烟已经做好了迎接更大范围关注的准备。对于肖战而言，这将是继《藏海传》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内容输出节点。
也是他在悬疑类型这一相对陌生的赛道上接受市场检验的关键时刻。而对于整个国产剧市场而言，一部配置如此完整、野心如此外显的项目正在悄然成型，其走向值得所有关注者保持持续的注意力。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